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第143集剧情解说。在观看之前，还请帮忙点下赞。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要带走他，光凭你九天尊的话还不够资格。随即一只手稳稳抓住了九天尊的手掌，局势瞬间逆转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九天尊的脸色骤然一变。当他试图攻击萧炎时，却发现自己的斗气瞬间滞涩，周身弥漫的雨雾也迅速消散。他抬头望去，只见萧炎身后一道熟悉的苍老身影悬空而立，那正是药尘。九天尊震惊失声：“药尘，你的身体和实力竟然恢复了。”他敏锐地察觉到药尘如今的躯体不再虚幻，且周身散发着令人心颤的恐怖气息。萧炎同样惊喜万分，回头看向药尘，激动地喊道：“老师，你苏醒了。”药尘微微一笑，示意萧炎去协助其他人：“小家伙，他交给我吧。”萧炎虽有些迟疑，但感受到药尘强大的气息后，还是点头退去。他心中暗叹，这便是老师巅峰时期的实力，果然强大。九天尊虽心有不甘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恢复巅峰的药尘已非他能匹敌。然而他冷笑道：“药尘，你以为恢复实力就能抗衡魂殿？”药尘却从容回应：“魂殿并非无敌，你们的强者也被牵制，像你这样的角色还威胁不了我。今日你伤我弟子，这笔账得还。”九天尊怒极，手掌蓝芒闪烁，斗气凝聚成一头巨兽，猛扑向药尘。然而药尘只是轻轻一握，空间瞬间崩塌，巨兽直接被拦腰斩断，化作无数水滴洒落。随后他隔空一掌轰出，空间震荡，一只无形的空间巨兽直袭九天尊。九天尊急忙凝聚蓝色水罩防御，但空间巨兽威力惊人，仅瞬间便将水罩击碎，他也被震退100米，口中闷哼，显然受了伤。这场战斗的震撼场面引起了远处强者的关注，他们纷纷认出药尘，惊呼：“那是药尊者药尘，他竟然还活着！”药尘的归来让众人震撼，他当年的威名无人能及，如今重现必将掀起中州的巨大波澜。与此同时，萧炎注意到其他战局，天妖魁在黑天尊的强攻下节节败退，青灵却凭借远古天蛇的灵魂之力与白天尊激战不休。萧炎决定协助天妖魁对付黑天尊，但就在此时，药尘感应到战局的危机，抬手凝聚空间巨手，直接向黑白天尊拍下。黑白天尊措手不及，被巨手重创，鲜血狂喷，身形如流星般坠落，砸出深深沟壑。药尘的强势出手震慑全场，魂殿强者接连被空间巨手碾压，化作黑雾，魂飞魄散。面对惨重损失，魂殿众人终于恐惧四散，不敢再战。而九天尊则愤怒不甘，冷声道：“药尘，我倒要看看你今日能否力挽狂澜。”他迅速结印，撕裂空间，一道冰冷滔天的气息从裂缝中涌出。药尘眉头微皱，低声自语：“连八天尊都来了吗？”空间裂缝缓缓扩散，冰冷彻骨的气息弥漫开来。一道白色身影从裂缝中缓步而出，吸引了无数目光。“老九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动用了空间预警。”白色身影现身，语气漠然。九天尊眉头一皱，沉声回应：“少废话，自己看清楚对手是谁。”白色身影抬头，目光落在不远处的药尘身上，苍老面庞，雪白须发，连瞳孔都是森白色，透着极寒之感。他微怔，随即察觉到什么，语气带着波动：“药尘，你恢复实力了？”药尘淡然回应：“魂殿倒是准备充分，九天尊不够，还派了你来。”八天尊冷笑着说道：“难怪老九不是你对手，但今日你刚恢复躯体，实力未必能达到巅峰。我们二人联手，胜负尚未可知。”九天尊冷哼，目光阴沉：“此次任务由你我领头，失败后如何交代？而且，当年你败于他手，难道不想趁此机会一雪前耻？”八天尊沉吟片刻，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动手吧。我倒要看看，如今的药尘还有没有当年的威风。”九天尊一笑，眼神凌厉，手掌猛然一握，浩瀚波动扩散开来，天空中雨滴凭空凝聚，密密麻麻，几乎无穷无尽。山峰上的萧炎眉头紧皱，抓住一滴雨水，发现其中蕴含浓郁的水系能量，具备极强腐蚀性。他心中惊叹，斗尊每提升一星，实力果然突飞猛进。遥遥天际，药尘悬浮而立，周身100丈范围内的雨滴一出现便崩裂。星陨阁弟子和远处强者的目光都聚焦在天空上，
魂殿2位顶尖强者正在准备惊天动地的招式。九天尊厉喝一声，凝！弥漫天地的雨滴迅速汇聚，最终形成一个100丈庞大的蔚蓝雨球，能量滔天，足以摧毁整片山脉。八天尊出手，将森白寒气覆盖在雨球上，雨球瞬间化为冰球，能量更为恐怖。2位魂殿强者联手的斗技威力骇人，令远处的强者纷纷后退，生怕被波及。药尘，当年我败于你手，今日看你如何抵挡！八天尊大喝。药尘神情平静，仿佛巨大冰球的威胁不存在一般。九天尊冷笑，双手掐诀，鲜血喷涌，暴喝道：“玉石苍穹！”冰球旋转飞掠，散发的能量波动令空间寸寸崩裂，漆黑裂缝浮现。强者们惊骇逃窜，星陨阁弟子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药尘。当冰球逼近药尘100丈范围时，他终于抬起手掌。九天尊2人见状冷笑，认为药尘想硬接冰球简直不自量力。然而药尘轻声一喝：“停！”冰球瞬间凝固，天地间一片死寂。九天尊2人呆滞，他们联手的全力一击竟然被如此轻松化解。药尘手掌处于冰球之上，平淡开口：“如今的我虽未恢复10成实力，但对付你2人绰绰有余。”因为药尘脸上浮现戏谑之色，声音低沉有力：“现在的我已是半圣。”半圣这2个字犹如雷霆般震撼人心。当药老踏入这一境界时，九天尊与八天尊2人惊愕不已，甚至连体内斗气都为之停滞。他们深知半圣的意义，这是斗尊巅峰强者的绝望之渊，绝大多数人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越，而唯有踏足半圣，才有资格迈向斗圣，这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。药老的突破彻底颠覆了九天尊2人的认知，他们原以为药老即便重获新躯，也不过是恢复斗尊巅峰罢了，绝不可能突破至半圣。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，药老不仅恢复巅峰实力，还成功跨越了那道屏障。在星界之内，无数目光聚焦于药老的身影。尽管他在巨大的冰球面前显得渺小，但那股威压却令冰球内的恐怖能量为之颤抖。风尊者等人震惊之余，眼中浮现狂喜之色。半圣虽有半字，但已是质变的飞跃，代表了通向圣者的希望。星陨阁因药老的突破而注定崛起，这消息将如飓风般席卷中州，星陨阁的声望也将因此直冲云霄。与此同时，萧炎也难掩内心的惊喜。尽管为药老重铸躯体时使用了顶级材料，甚至加入了斗圣手臂，他仍未曾料到药老能突破至半圣。斗尊虽稀少，但远未到凤毛麟角，而斗圣更是传说中的存在。如今药老的突破让萧炎明白，半圣虽为半，却已可称之为圣。高空之上，药老淡然伫立，他仅凭一握之力，便将蕴含恐怖能量的冰球轻松捏碎。随之而来的能量风暴在扩散到一定范围后瞬间湮灭，展现了半圣强者的恐怖力量。九天尊2人被波及，口吐鲜血，气息紊乱，显然药老的力量已远超他们的想象。九天尊强忍内心的嫉妒与不甘，果断下令撤退。然而药老岂会轻易放过？他隔空一握，直接崩塌了九天尊撕开的空间裂缝，一股劲风穿透空间，重创2人。尽管九天尊临走前放下狠话，声称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但药老只是淡然一笑。这一刻，药老已然不同于往昔的药尊者，他的实力踏入了大陆的巅峰层次，从此可称药圣、药神。